17世纪初的辽东风云诡谲，土皇帝李成梁看准时机，一箭宽殿六堡，将女真铁蹄封锁在长白山下。他的李家军威震边陲，连努尔哈赤也曾折腰称臣。可是当这位老将亲手拆毁自己打造的防线，将数百里沃野良田拱手让人的时候，一世英名终究还是毁于一旦。英雄的暮年往往比敌人更危险。1618年的4月，一纸忌日护市的虚假情报让抚顺关城门轰然洞开，守将李永芳在商人与间谍的伪装中倒戈，揭露了明朝边防的腐朽机理，军饷成了私产，战士沦为佃农，最坚固的屏障也终因腐败自内崩碎。抚顺一役30万人畜9000战马被掠走，明清之争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接下来呢，萨尔浒雪原上将上演更残酷的悲剧。当军功贵族们他们的私怨与傲慢相交织，再先进的武器也难敌一个帝国的体制病灶。而在烽烟散尽之后，人们终将看到比弹痕剑伤更深的，其实是人心的裂痕与伤疤。明朝在萨尔浒战前版图很大，最大的时候北抵西拉木伦河和阴山，西边包括西藏和云南，东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哈密。明朝的疆域包括了内地2京13省、南海诸岛，并且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置了机密管理机构，影响力遍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帝国。咱们单独来说说明朝的东北地区。在明朝初年朱元璋设置了辽东都司，专门经营辽东地区。这之后呢，明朝多次派兵进入黑龙江流域，招抚女真部族和其他部族，这个势力范围一度到达黑龙江口和库页岛。永乐年间，朱棣时代，明朝设置了努尔干都司，用100多个卫所统治这一区域。可是到了宣德年间，明朝又退守辽东，将努尔干都司废弃，把东北北部的防务交给了隶属于明朝的少数部族。明朝的女真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以东、黑龙江下游以西，濒临日本海，南边到朝鲜这么一个区域。说这女真人长期以来受到朝鲜和明朝的掣肘和控制。那么朝鲜呢，是在明初向北扩张，它的疆域不断向北推进，一直扩展到鸭绿江、图们江。明朝对待女真人则是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的这么一个策略，有哪一股势力做大做强了，就着力打压，让各个部落之间保持大体的平衡。在萨尔浒之战以前，明朝在东北处于强势地位，而后金呢，这个势力相对较弱。提到明朝中央政府和女真族的关系史，李成梁是其中一位关键人物。说李成梁字汝器，号尹成，辽东铁岭人，他的先祖是从朝鲜投奔明朝的李应。明史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他是先后2次出任辽东总兵，第一次隆庆4年到万历19年，第二次从万历29年到万历36年，2次加一块一共30年。李成梁的几个儿子那是个个骁勇善战，尤其是他的长子李如松。宁夏之役平定8败叛乱，朝鲜战场上击败了日本名将小西行长，这个在之前的万历3大征系列中讲过。除了李如松还有如柏、如真、如张、如梅，侄子里边还有李如子、如吴、如贵、如南，号称李家9虎将。那么李成梁镇守辽东的这个时间呢，正好处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期间。辽东总兵的主要任务呢就2项：一，阻止蒙古人扣边犯境；二，打压女真各部，让他们听话。前后30年，应该说李成梁是出色履行了自己职责的。蒙古骑兵被成功挡在了边墙之外，也十分有效的控制了女真各部，保障了一个时间内辽东地区的安定。比如上一集说到的王杲、阿台父子，比如王杲之后崛起的建州王无堂，以及海西叶赫部的清家奴、杨家奴，一系列打击完成的都很出色，可是唯独漏掉了努尔哈赤。
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渊源啊，上集都有介绍，这里呢不做赘述。这里重点来聊一聊李成梁饱受诟病的一建和废弃宽甸六保。辽东这块地儿啊，在明代前期屯田盛极一时，到什么程度呢？洪武永乐年间，辽东10余万马步军丁无年例支给，全靠屯田收获共用，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屯田已经可以帮助中央减轻财政负担。但是到了嘉靖后期，辽东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屯田制遭到破坏，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危难之际啊，张居正上台了。为了消除边患，张居正重用了在永平之战复原有功的李成梁。从此李成梁愈战愈勇，在张居正的引导和影响下，李成梁战功无数。但是辽东的紧张局势呢，并没能得到彻底解决。万历元年，兵部侍郎汪道坤巡抚辽东，李成梁啊，根据自己多年征战经验，将自己一建宽甸六保的想法告知了汪道坤，并得到采纳。之后呢，汪道坤奏请朝廷，一建宽甸六保正式提上日程。宽甸六保指的是宽甸保、大甸保、永甸保、新甸保、长甸保、孤山保。六保南北长大概800里，东西宽200里，位置大概在今天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以西宽甸一带。万历2年啊，力图改善辽东残局的明廷，又派来右迁都御史张学言来到辽东巡抚。张学言呢，为了不负朝廷众望，跟随李成梁来到位于深山之中的宽甸地区，在实地勘察露宿3夜之后，发现宽甸六保啊，四山环抱，土脉肥美，如果修建成功，的确可以作为战略要冲牵制周边。就像李成梁说的那样，夺虎穴以为内地之藩篱，据羊肠以塞东湖之孔道。紧接着在巡抚张学言、总督杨照、总兵李成梁的带领下，一建宽甸六保工程正式开始。最终啊，耗时2年，建成后的宽甸六保南汉卫所，东控朝鲜，西秉辽藩，北拒强胡。李成梁的军事设想变成了现实。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曾经指出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从中不难看出辽东对于明朝生死存亡的重要性。历史名家孟森也曾说啊，明朝自神宗以后，随时都有可能灭亡。那么神宗时期为什么没有倒台？主要是因为出了个张居正。铁腕首辅张居正呢，提拔了李成梁升任辽东总兵，可以当之无愧的成为明朝一大幸事。但是对于一建宽甸六保，后世学者的观点比较两极分化。一种认为对维护晚明辽东政治、经济、军事有着积极且巨大的作用，另一种认为这么个举措为晚明辽东政局埋下了隐患。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我们可以从几处细节来了解一二。首先，这个辽东吏治腐败，卫所将官私下吞并屯田、侵占军丁等等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之前不是没有尝试，但是军队腐败的治理相当困难。就在张居正准备计划辽东和宣府夹击鞑靼的时候呢，李成梁提出了宽甸六保的构想。除了军事需要，宽甸六保啊可以还丁于田，整肃军队。说这六保成功一建以后，人们重新丈量了土地，所有的将官保官都有养廉菜地，按需拨给，不许多占。有剩余的田地允许军丁和附近的居民耕种。从某种程度来说，宽甸六保的一建相当于实行了一次更加彻底的换防。李成梁这一战略构想在客观上扫清了辽东军队中的部分腐败问题，为建立李家军提供了政治基础。再有就是这个宽甸六保啊，实际上是对已经遭到破坏的辽东屯田制实现了一次区域性的恢复。大量人口涌入六保地区，军屯民垦取得了一定成就。另外这个保成之后呢，宽甸、永甸互市每月开市2次。互市在客观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和边关稳定。最关键的还是军事价值。在修筑六保之前，随着建州女真发展壮大，王杲、王步堂等人经常率众入寇，明朝的辽东防线已经出现缺口。一建宽甸六保从根本上弥补了这条防线的东部缺口，并且把辽东的防御工事向着东边、北边纵深，直接深入到
建州女真经常活动的关键区域。宽甸六堡是李成梁为了改变辽东被动局势所做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部署。总的来说呢，是利大于弊，客观上影响了辽东的政治局势、经济形势以及军事战略地位，深远意义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呢，不可否认的是，宽甸六堡的设置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伏笔。努尔哈赤在这一期间发展壮大，成为了晚明后期的强大敌人。整个辽东随着张居正的逝去，再次腐败横行，吞并屯田、侵占军丁又开始泛滥，连这个李成梁本人也未能幸免。李成梁晚年在军事上常常谎报军情，杀良冒功。在长子李如松战死以后，生活上更是逐渐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数十年的经营，他的子侄门客遍布各地，全辽东的商民之力都得从李家过一遍筛子。朝野内外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收受过李家好处的几乎没有。说李成梁的私宅富郭10余里，边户鳞次，树色丈天，不见城郭。说他家光是家妓就有2000人。这些人呢，总喜欢把香囊系在袜带上，然后再冠以珠宝加以点缀，就这一套装点下来就价值不菲。人还没走过来，离着老远就能闻到香气袭人。人都说这是穷奢极欲，可是如果有机会可能谁都想来上一把。李成梁成了土皇帝，辽东李氏成了一个军工贵族集团，辽东上下风声鹤唳，宽甸六堡地区这个经济基础呢也被尽数破坏，以至于到了万历29年，李成梁再度被任命为辽东总兵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屯民由于赋税繁重等等原因，有走线逃到边外的，有转投到建州女真的，老百姓对政府已经失去信任，人口流失的这种情况呢也就时有发生。即便如此这个宽甸六堡仍然有它的战略价值。可是这个时候的老将李成梁早已不复当年。万历34年，李成梁以孤悬难守为由，主动放弃了宽甸六堡，64000户居民全部迁往边内。老百姓眷恋故土，不愿离去，军队被派来逼迫驱逐，以至于发生暴力冲突，死者狼藉。弃守宽甸六堡对于明朝而言最显著的不良后果是致使辽东防御系统毁于一旦。对努尔哈赤来说，则是白白收获了数百里沃野良田，一荣一枯，攻守一世。而老将李成梁呢，则是从此背上了弃地啖鲁的千古争议。李成梁在第2次出任辽东总兵期间主动将防线后撤，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明朝中后期的实力已经不比从前。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呢，明朝实力下降才是导致努尔哈赤崛起的一个最大时代背景。明朝对于女真的统治只有在自身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万历43年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慈庆宫，打算刺杀皇太子朱常洛，这就是明末3大案之一的停机案。同样是这一年，李成梁死了，享年90岁。努尔哈赤在侍卫小队牛录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八旗。李成梁死后3年，已经称汗的努尔哈赤发布告天7大恨，主动掀起明清战争，攻打大明。这第一仗至关重要，努尔哈赤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打自己比较熟悉情况的抚顺。这个抚顺城是明朝沈阳中卫下属的千户所，始建于朱元璋时代。抚顺呢，位于浑河河畔，西距沈阳只有80里，东距赫图阿拉200里，西北可以去往开原，西南可以直取辽阳。应该说，抚顺这个地界既是明朝控制建州女真的前哨，又是建州女真出入辽东的门户。努尔哈赤对抚顺城的情况可以说了若指掌，连守将游击将军李永芳也是他的老相识。相比于游牧民族的以力取胜，努尔哈赤的作战风格是比较细腻的，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常常能够以谋略取胜。攻打抚顺就是这样。根据《明记北略》记载说在努尔哈赤60岁生日这天，有八子皇太极建议
说派人通知李永芳，就说从4月初8到25，女真人要进行马市贸易，趁他们放松警惕啊，派50个人假装马商先行入城，5000士兵埋伏于抚顺城外，等到夜幕降临以后，举炮为号，内外夹击，抚顺一战可得。努尔哈赤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了能够一战大挫明军士气啊，努尔哈赤针对只有1000人守军的抚顺，竟然动用了6万大军，在4月14兵分两路，命令左翼四旗作为围攻抚顺的外事，进攻东周和马根丹二堡。努尔哈赤本人呢，亲率右翼四旗奔赴抚顺。到了4月15下午3点左右，伪装成商人的建州先遣队敲开了抚顺城门，把城里做生意的商民诱出城外，再把部分乔装的士兵放入城中。就在这一来一回之间，努尔哈赤趁机把云梯架设在了城墙之外，随着一声炮响，抚顺内外就好像炸开的油锅一样，八旗士兵里应外合，仅1个回合下来，抚顺守将李永芳就扛不住了，率领所属1000余户出城投降。作为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李永芳得到努尔哈赤的特殊礼遇，按照明制封为副将，让他仍旧统辖旧部，还把自己孙女嫁给他，尊称他为抚顺额驸。李永芳这边是美了，辽东巡抚李维汉可被这个抚顺知县吓得不轻，紧急命令广宁总兵张承胤率领10000余大军对着后金军队是一顿追击。说这明军啊，占据山险，同时又拥有先进武器。后金这边呢，有大贝勒代善、4贝勒皇太极，在努尔哈赤命令下统军3面环攻。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风沙大作，迎风而战的明军被吹得张不开眼，很快就陷于不利态势。金兵奋勇射击，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射击优势，几经激战，明军彻底崩溃了。广宁总兵张承胤、辽阳副将坡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将军梁汝贵深陷敌阵，相继战死。这一战，明军将士死者上万人，生还者百无一二。后金大军追击了40余里，斩获战马9000匹，铠甲7000副。整个抚顺之役，双方一共打了7天，明军损失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等军官至少50多位。后金的骑兵横排百里，把抚顺、东周、马根丹以及附近500多个小城堡尽数劫掠了一遍，光是俘获的人畜就有30多万。至于什么粮食、金银、布帛、器物，更是不计其数，一次就缓解了原本的灾荒问题。攻取抚顺啊，还让努尔哈赤得到了当时还是沈阳生源的范文成。努尔哈赤知道他是宋朝名相范仲淹的后人，特地对贝勒们说此名臣后也，善御之。范文成后来对清初的文治武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后话。本来在攻打抚顺之前，努尔哈赤啊没什么信心，这下好了，一场战斗抢来的钱就让他打破了明代女真200年罗列战利品的记录。顺便呢，他给明军做了一次压力测试。他发现这个大明王朝啊，居然也是一只纸老虎。努尔哈赤的贪欲瞬间被激发。刚到7月，他就迫不及待带着部队冲破了鸭后关，直奔清河城。相比努尔哈赤的志得意满，抚顺城县让明廷这边几乎是炸开了锅。严防后金奸细混入京城，连公公们出入都得拿腰牌验明正身。至于辽东前线，更是惊慌的不成样子。先是让巡抚李维汉从广宁移师辽阳，加强辽东守备，而后呢，又查明这个李维汉在抚顺之战的时候呢，完全是瞎指挥，一味催促张承胤出击，这才导致张承胤等人陷入重围，全军覆没。这个李维汉啊是个人才，贪污腐败，经常向下属索贿。抚顺守将李永芳之所以投敌，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李维汉管他要钱，李永芳给不起，李维汉就用鞭子抽，这才导致李永芳愤然倒戈，投入到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犯了这么大的事儿，明廷自然也不会放过他，先是打回原籍，革职为民，后来呢被明廷处死。走了一个李维汉，辽东这块地儿总得有人管，那么明廷左思右想，最终呢调来杨浩
担任辽东经略兼巡抚，重新谋划辽东战事。杨浩已经是老熟人了，万历朝鲜战争那期我们就讲过他。杨浩呢是河南归德府商丘人，万历年间进士出身。清修明史啊，把杨浩说的军事能力一般，为人心胸狭窄，贪生怕死，还喜欢搞小动作。但是我们通过李朝朝鲜的一手史料可以看出，这位人物啊，在朝鲜战场的表现并没有像明史写的那么不堪。杨浩治军清廉严谨，并且深得好评。离开朝鲜的时候啊，朝鲜从国王到平民百姓全都恋恋不舍，泣泪相送。后来杨浩因为萨尔浒获罪，朝鲜君臣还为他上奏辩诬，连带吴维忠、毛国器等等数十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明军将领纷纷为之深究。无论朝鲜的玉山战役还是辽东的萨尔浒之战，失败是很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把责任归咎于一人一法是不客观的。咱们接着说回战事。如果说抚顺啊是赫图阿拉的门户，那么清河就是其通往辽阳的必经之路。清河城到赫图阿拉的最近距离160里，到辽阳不过100里。清河城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城周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有天险之称。万历46年7月20，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鸭湖关。鸭湖关啊是防御建州女真西进的重要关隘，也是明军扼守清河的咽喉。然而这个鸭湖关守军不战而溃，后金军轻轻松松就杀到了清河城下。这个清河城啊原有5000人驻防，守将叫做邹楚贤。抚顺战后，明朝紧急调遣游击将军张佩率领5000人马入援清河，再加上城中一些闲散男丁，在后金军到来前，清河的兵力总共1万多人，有大小枪炮1200。双方的战斗啊，从7月22寅时，也就是凌晨3、5点钟开始。清河守将邹楚贤极为悍勇，命令1000余炮手从城上释放火器，造成8旗士兵死伤1000余人。为了赢得胜利呢，这个努尔哈赤不得不让官兵头顶木板，冒死挖开清河城的东北角，从那里突入城内。这个时候明军啊开始陆续到城南拼死抵抗。为了避免伤亡过大，努尔哈赤让李永芳前去劝降。那么邹楚贤大骂李永芳无功而返，努尔哈赤只好顶着巨大伤亡跟清河军民死磕到底。战斗持续到未时下午1、2点钟左右。最后的结果呢是守将邹楚贤、游击张佩力战而死，清河守军有6400多人阵亡。后金军全面占领清河，连下抚顺、清河。这个后金啊是气势如虹，努尔哈赤越打胆子越大，索性割去一名汉人俘虏的双耳，让他满脸鲜血去给明廷带话，说若以我为非礼，可约定战期出边，或10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以上呢就是历经万历、太昌、天启、崇祯4朝辽东战争的开篇抚清之战。战事发展的这一步，明廷君臣上下终于开始正视建州女真，也意识到对努尔哈赤必须除之而后快，因此决定征调大军，准备彻底消灭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前啊，明军没有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首先呢，是物资准备相当不充分。在后金大举进攻明军的关键时刻，内阁首辅方从哲竟然因为一己之私不理朝政40多天，导致朝中无人，无法指挥领导。明朝准备大举反攻，希望可以一举歼灭后金，但是朝中大臣应对战争的时候呢，却有矛盾的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节省战争经费，有这种既希望打赢又害怕花钱的指导思想。明军前线粮饷一直欠缺，准备筹集的兵力也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筹齐。明军在萨尔浒之战的指挥系统是这样的：前面提到的杨浩坐镇沈阳统一指挥，北路以总兵马林为主将，东路以总兵刘听为主将，西路以总兵杜松为主将，南路以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其中啊，作为统帅的杨浩在萨尔浒战前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万历皇帝呢
还亲赐上方剑，说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全权负责进剿后金事宜。西路军是主力精锐，主将杜松，陕西榆林人，年少时以舍人身份从军，而后累积军功，升任宁夏守备。这在当时一直采用世袭军爵体制的明朝是很少见的升迁。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杜松在守卫宁夏、延绥期间，大小100余战，无不克节，被敌人称为杜太师。这个人优点是为将清廉，从不贪财惜命；缺点呢是气量小，好冲动，不能容物。万历36年，杜松接替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呢，有一次作战不利，杜松在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自己的粮草，被朝廷下狱处置。在狱中深刻反省之后，又感到很惭愧，声称将来要削发为僧。后来重新启用以后杜松不断立下战功，萨尔浒战前被提升为山海关总兵。由于一生征战无数，全身伤痕累累，这恰巧成了杜松炫耀的资本。这位杜总兵平时只要喝多了酒，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脱去外衣，向众人一一展示伤疤。从杜松的过往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位虎将，很有股猛将遗风，但是好勇少谋，并不适合负责指挥主力部队，甚至也不具备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基本素质。4路主将之中得属东路军的刘听，声名和战绩最是显赫。刘听字醒吾，江西新建人，抗倭名将刘显的儿子。依照明史记载说，刘听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手中一把冰铁刀，重120斤，在马上可以轮转如飞，人送外号刘大刀，被誉为晚明第一猛将。平缅甸，平罗雄，朝鲜平倭，播州平裘，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应该说，作为将门之后从少年时代开始，刘听几乎在他参加的所有战事中都立下战功，因而在明朝军队中享有盛名。万历3大征他参加了2次，播州之役军功排名全军第一，朝鲜战争仅次于总兵陈林，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但是呢，并非有勇无谋之辈。朝鲜战场上，刘听曾于阵前以谈判为诱饵，差点活捉日军主将。播州之役巧设伏兵，大破杨应龙，对战局扭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屡立战功，每战必胜。可是职业生涯却起伏不定。这个人哪都好，唯独一点堪称官二代的通病，往往容易性情骄纵，目中无人。曾经有过重拳殴打知府的经历，还曾在朝鲜和杨浩结怨。刘听在四川任职多年，手下有川兵数万，十分骁勇。辽东战事吃紧以后，万历皇帝下旨命令刘听即日启程赶赴辽东，与其他总兵会合。刘听呢，多次向兵部请求调川兵3万北上辽东，但是兵部迟迟不肯批复，最终呢，只批给了他5000人。履历最为丰富，职衔也是最高，应该说刘听是最有资格担任主帅的人选。然而受明朝军事体制的限制，主帅只能由文官担任，所以他只能出任东路军主将。而且呢，因为杨浩的因素，无论人员和武器装备最是薄弱。说完领导班子，再来看看兵员的情况。辽东本地的守军能够调动的总计还有2万多人，这部分人马只能分别驻守各个卫所，因而明廷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基本构成是这样的：宣府、大同、山西3镇各发精骑1万，总计约有3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4处各发精骑6000，共计大概2万5千人；川广、山东、陕西、南直隶、北直隶各发步骑兵5、7千不等，共约2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4000，永顺、保定、石州各处数量2、3千不等，共计7000多人。明军的总数约有8万8千人。另外呢，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1万，朝鲜出兵1万3千，总计的兵力是11万多人，对外号称47万。相比之下后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么充足，兵力呢略少于明军。后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8旗制度，针对明朝大举进攻，
努尔哈赤做了全民总动员，所有青壮男丁通通编入八旗军。这一次的具体构成是这样的：正黄、镶黄两旗由努尔哈赤统领，约有15000人；正红、镶红两旗由代善统领，也有15000人；正白旗有7500人，由皇太极统领；正蓝旗也有7500人，由莽古尔泰统领；镶蓝旗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统领；镶白旗约7500人，由努尔哈赤长孙杜度统领。参加萨尔浒之战的八旗军共计约为6万人，明军呢是8万多，加上同盟军2万多，加一块一共11万多人，但是善战者不过2-3万。八旗军在人数上并没有太大劣势，而且呢基本上个个都作战勇猛。除了兵员，在武器装备方面，明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为配有大量的火器，大将军炮、虎蹲炮、弗朗机炮，射程远，威力大。另外呢，在步军中配备有大量的火器，根据后来损失2万多件火器的这个情况来推算，配备比例可能高达50%。那么八旗军呢，以冷兵器为主，比如弓箭、长刀、枪槊，他们绝大部分由骑兵构成，长于骑射，利于突袭决胜，但是武器装备要明显落后于明军。明军装备有大量的枪炮，利于远攻，不利于近战和野战。遗憾的是，当时的明军没有采用良好的战术来强化自己的武器优势，这也就给努尔哈赤和机动性超强的八旗军无形之中提供了取胜的机会。各地的军队会师辽阳以后啊，明军很快召开战前会议。辽东经略杨浩、蓟辽总督汪可寿、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参加会议，总兵杜松、刘听、马林、李如柏等人列席共同商议，最终决定4路进兵由不同方向出发，最后围攻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具体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西路军是主力部队，由杜松率领保定总兵王宣等人，以宣大山陕3万多兵马，从沈阳出抚顺，沿着浑河北岸进入苏克素虎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北路军以总兵马林为主将，以真定、保定、河北、山东2万多人马，以及叶赫部女真兵1万多人，从开原方向由北向南进发。南路军以辽东总兵李如柏统领，率领辽阳副参将贺世贤等人，以辽东和经营2万多兵马，从清河城出鸭湖关由南向北进攻。东路军由总兵刘听负责，率领川、湖、浙、福等南方官兵1万多人，再加上朝鲜盟军1万多人，由宽甸出发，从东面向赫图阿拉进发。万历47年，后金天命4年，公元1619年，各路官兵部署就绪以后，原定2月21出兵，就在部队准备开拔当天，突然天降大雪，不得已只好推迟出兵日期，改为25日出兵，限定在3月初2会合以后，集中兵力发动总攻。什么作战企图、进兵路线、兵力部署，这个时候啊，陆续被后金侦查得一清二楚。明军是尚未出发，已经陷于被动。对于如何迎敌，后金这边啊也有过争议，不少人认为应该在各处据险而守。那么降将李永芳力排众议，提出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建议，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最终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并且更进一步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命令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领八旗军主力开赴战场，迎击西路军杜松所部。在辽阳演武场誓师过后啊，杜松领着人马离开辽阳，几天以后到达沈阳。2月28又从沈阳出发，转1天就到了抚顺关。当天夜里出了抚顺关，行走100余里，来到浑河岸边，有探马消息传来，说不远的接幡山上女真人正在修城。有人提议啊，说希望能在浑河边上宿营休整，第2天再过河攻山。可这时候的杜松根本听不进别人意见，坚持要立即过河。总兵赵梦林出面劝阻，让他怼了回来。车营将官找他诉说渡河困难，也被他臭骂了一顿。史书说，当时杜松酒意正浓，敞胸露怀，挥着自己的大刀，光着膀子就下了浑河。将士们在后面撵他，让他穿上铠甲。杜松呢却讥笑
说入阵披坚，非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穿铠甲算什么男人？老子从军以来就不知道铠甲有多重。说着呢，就拉着队伍下了浑河。杜松渡河的期间，早已经探知杜松行动的努尔哈赤在浑河上游毁坝放水，一时间河道突然涨水，明军被水淹死者多达1000人。更要命的呢，是负责运送辎重的龚念穗所部被落在了大军后面，军械物资没能及时过河，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火炮。3月初1，杜松的部队开始攻打界藩山，但是进展并不顺利。界藩山的位置就是今天的铁背山。1958年，这里修了大水防水库，地形地貌已经不复当年。界藩山上当时有正在修筑的界藩城，这里地处浑河和苏子河的交汇处，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因此呢，争夺界藩城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明朝的军情系统是出了问题的，那么只得到后金在界藩山筑城防御的这么个情报，却没有探明后金主力大规模调动的动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那么根据现有情报，杜松在渡河以后将大军分为2处，大部分人马在萨尔虎山安营扎寨，他自己亲率1万精锐先行攻打界藩城下浑河岸边一个叫做吉林崖的所在。大型会战最忌讳的是被敌军分割包围，杜松的这个决策把部队分成2部分，等于主动为后金军分割包围明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3月初1下午努尔哈赤亲率8旗精锐与代善、皇太极等人汇合于吉林崖的东侧。贝勒大臣们都建议努尔哈赤应该分兵救援吉林崖守军，防备萨尔浒明军大营，都被努尔哈赤给否了。努尔哈赤的策略是坚持要集中6旗45000主力强攻萨尔浒明军大营，另派2旗在吉林崖和界藩城进行牵制，并且还断言只要萨尔浒告破，吉林崖的明军会不攻自溃。很快呢，得益于对地形的熟悉，8旗军突然向明军萨尔浒大营发动猛攻。明军的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麟主持，他们用战车环营四周作为防御工事，并且在营外挖了壕沟，立了栅栏，布列各种冲炮，用旗鼓壮威，准备严防死守。战斗最开始呢，努尔哈赤命令先锋军冲杀，明军立刻释放火铳，燃放大炮，眨眼之间铁丸如雨，冲在前面的8旗兵呼啦倒了一大片。这个战马也受到惊吓，开始狂奔乱跑，一拨人倒下，又一拨人冲上来，他们顾不上伤亡代价，仍然向前冲杀，同时呢，无数的箭矢不断射向明军。这种情况下，8旗军渐渐就冲到了明军营垒里边，双方开始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明军落了下风。这场战斗渐渐演变成了一场屠杀，明军是兵败如山倒，一时之间血流成河，死伤无数，不少人选择渡河逃命，反被淹死在了河里。2万明军精锐自总兵王宣、赵梦麟以下全部阵亡，血染浑河，那个兵器旗帜顺流漂浮20余里。围攻吉林崖的1万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远处萨尔浒方向明军漫山遍野的大溃败。还没回过神来，吉林崖上的后金军开始反攻，自上而下向明军冲杀。山下也有2旗兵力开始向明军冲锋，前后夹击之下，这1万人迅速被包围了起来。和萨尔浒的情况类似，明军的火器让8旗军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但是无法阻止他们冲到近身距离。不穿铠甲的杜松没有辜负杜太师之名，左右冲杀异常勇猛，最后身中18箭，力战而死。明军的西路军3万多精锐主力，除了右翼营游击刘宇杰以及在大后方看护辎重的龚念穗以外，几近全军覆没。努尔哈赤消灭了他的第1个威胁。除掉了杜松，努尔哈赤下一个目标是自开原而来的马林。这个时候，马林的北路军正驻扎在萨尔浒西北30余里的布勒哈山的上剑崖。同时呢，他还命令部将潘宗岩率领数千人前往上剑崖东面3里的斐温山，
目的是与西路军的辎重营在卧魂恶魔的弓箭穗互成犄角，相互声援。面对马林稳定三角形的这个部署，努尔哈赤再度剑走偏锋，没有对马林大兵压境，而是集中兵力先砍了弓箭穗所部。当时弓箭穗的车营只有几千人，在卧魂恶魔安营3日，尽管早在周围挖了战壕，布置了炮车工事，并且具有火力上的优势，可惜仍然被皇太极率领骑兵突破防线。双方激战过后，明军寡不敌众，参将弓箭穗、李希沁以下全部阵亡。就在弓箭穗单方面挨打的时候呢，身处上剑崖的马林也在加紧布防。据说为了抵御八旗铁骑的冲击，他在营地周围前后后挖了3道战壕，战壕外布满大炮，炮手立于大炮旁边，随时准备点火放炮。再往里呢，有配备枪支的骑兵专门殿后，其余官兵尽数躲入3层战壕之内。整个攻势犹如铁桶一般。努尔哈赤赶到以后，果断下令先占据制高点，再向下冲击。看到八旗铁骑人马如潮，马林一时害了怕，立即命令壕内精锐出壕援助。努尔哈赤看马林兵马交融，立足未稳，又命令停止攻取高地，下马徒步应战。不久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各率本部人马前后夹击。就在双方短兵相接，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明军主将马林内心惶恐到了极点，借着混乱的现场，他偷偷带着几个随从骑上马奔出了营门，一路逃回开原。这一下，原本还交战正酣的两军马上又开始重复萨尔浒的场面。明军士兵得知主将已经跑了，瞬间成了无头苍蝇四处奔逃，八旗军趁机大开杀戒。乱刀之下，副总兵马衍以下将官悉数阵亡。明军马林传里面说，死者迷山谷，血流上剑崖下，水为之赤。那有人问了，说这么贪生怕死的一个马林是怎么被选上总兵的呢？这个马林是河北禹州人，平时喜欢写诗作画，交游名士。他能当上总兵，完全是因为有个好爹。这个马林是名将马芳的二儿子，和最近被热议的董小姐一样，是妥妥的世家子弟，并非寻常人家可比。明朝政府只着眼简历，忘了看战绩，这才把他选了出来。说这马林大营被打成这样，只有几千人的那个潘宗岩自然也不可能独活。斐文山地势险要，潘宗岩呢把各类战车列于阵前，冲炮布列左右，居高临下迎击八旗军。由于骑兵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努尔哈赤呢命令骑兵下马，大刀在前，长矛在后，组成重甲步兵队列开始攻山。文官出身的潘宗岩奋呼冲击，胆气迷离，身先士卒，领兵和八旗兵展开对攻。一时间是炮声大作，战斗十分激烈。明军占据了山形和火器优势，让八旗军不断受挫。努尔哈赤呢很快调来大部人马围困潘宗岩，反复发动强攻，最终这一小股明军弹尽粮绝，被八旗军攻破了防线。潘宗岩精疲力竭，后背被人一剑贯穿，壮烈战死。全军自潘宗岩以下无一生还。海西女真叶赫部在行军途中得知上剑崖明军惨败，主力尽失，两个主将一合计以后，不战而退。说这四路大军已经被灭了一半，明军的复仇之战到这里已经算是输了。可惜由于通讯不畅，刘听和李如柏还带着部队唱着歌，朝着预定地点进发。特别是刘听率领的东路军，这支人员组成最杂、战斗力最弱的队伍，竟然超预期完成了跋涉进度，一步步靠近努尔哈赤的权力中心。而整个萨尔浒之战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场战斗也即将打响。刘听率领的东路军是步兵，而且兵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南方，总共有1万多人，外加朝鲜盟军13000。朝鲜的情况历来很复杂，一边惧怕努尔哈赤，一边呢又不敢得罪明朝，反复权衡之下，朝鲜国王李辉派了1万多人，明面上是要跟着明朝出生入死，可是私底下又和后金取得联系，背地里授意主将江弘立要积极避战。
努尔哈赤那边啊，在判断出东路不是主力以后，指派了500精骑前来阻拦。刘听呢，从宽甸出发，走着走着就和来阻击的500八旗骑兵发生了遭遇战，八旗军死伤过半，大败溃逃。此时西路军和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刘听并没有得到相关情报，继续孤军深入。在得知了东路军的行踪以后，已经返回赫图阿拉的努尔哈赤派遣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率领4万多人迅速前去迎敌。3月初4，刘听在阿布达里港安下大营，并且构筑了有效防御工事，八旗骑兵很难接近明军。3月初5，皇太极率领八旗军占领了高地，开始奋力向下冲击。刘听是率部死战，苦苦守住。这时候呢，侧翼有代善杀到，明军是腹背受敌，渐渐不支，开始败退。败退途中又遭到伏击，这会儿南兵表现极为顽强，和八旗兵展开激战。身陷重围的刘听啊，先是被刘健射中了左臂，紧接着右臂也被砍伤。即便如此，依旧奋战到底。鏖战数十回合以后，直到他的半边脸都被刀削去，仍然左右冲杀，斩杀数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养子刘昭孙也不是孬种，刘听死后呢，他是一手抱着养父的尸体，一手持刀与八旗军砍杀，直到力竭而亡。主将战死，东路明军最后同样几乎是全军覆没。和刘听同行的朝鲜盟军在主将姜弘立率领下和代善议和，进入赫图阿拉投降。西北东3路都已经被歼灭。明朝的南路军形成最晚，在李如柏的率领下，3月初1出清河鸭湖关，直到3月初3，会师的日期也已经过了，仍然是迟迟不进，逗留观望。在探知杜松、马林2路进没以后，李如柏大惊失色，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到3月初4，副参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议应该火速进兵，然后把刘听救出包围圈，但是李如柏没有听从。到了3月初6，接到杨浩火速撤军的命令，南路明军惊慌撤退，路上呢遇到小股金兵的骚扰，误以为大军杀到，数万官兵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最后灰头土脸的撤离了前线。历史上啊，关于李如柏的评价是贬多褒少，甚至有人怀疑李如柏的小妾是努尔哈赤的侄女，他也跟努尔哈赤暗中苟合，所以才没有出兵。也正是基于这种种怀疑，萨尔浒战败后，李如柏被千夫所指，御史几十中个个都来弹劾他。皇帝呢，念在李家世代为将，没功劳还有苦劳，就让李如柏回京等候调查。然而李如柏进京之后，舆论指责更加严重，李如柏是惶恐不安，最终选择了自杀。至此5天之内，明军3路大军覆没，一路败退，萨尔浒大战以明朝惨败，后金胜利而告终。整个萨尔浒之战，明军总共出动官兵不到12万，将领阵亡310余人，战死士兵45870多人，丢失马骡驼48600余匹，损失战车1000多辆，火器2万余件。反观努尔哈赤这边呢，整个战斗下来只有2000左右的伤亡，因此后世将萨尔浒之战视为后金与明朝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后金的立国之战。此前的努尔哈赤虽然自立为汗，建都立国，可实际上呢，根本没敢大肆声张。直到萨尔浒大捷，他才大张旗鼓，以巾帼大汗自居。同时呢，这一战也让明朝由攻转守，再也无力主动对后金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也正是这个转变，给后金创造了急剧扩张的机会，整个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也随之改变。同样是万历47年，趁着萨尔浒大捷余威仍在，努尔哈赤在界藩城修筑了衙门和行宫。2个月后，后金军攻陷开原，又1个月后，八旗铁骑血洗铁岭。很快呢，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明朝在女真地区最后的属国叶赫部。当时统领叶赫部的是2位贝勒，一个叫金台石，一个叫步阳谷，哥俩是一个管东城，一个管西城。努尔哈赤呢，让先锋队去围攻弟弟步阳谷，自己率领主力直扑金台石。
史书记载，开战当日啊，八旗主力兵围叶赫东城，劝降声此起彼伏，金台石拒不投降。随后呢，八旗军就撞开了叶赫东城，金台石无处可逃，带着妻儿就跑到了一座高台上面。在重重包围中，金台石大喊说：“要降，我早就降了。”那么后金那边呢说：“你先别着急答应，咱们可以先谈谈。”金台石说：“想谈也行，那你们把我外甥皇太极叫来，我跟他谈。”皇太极的生母孟古哲哲出身叶赫部，是金台石的妹妹。努尔哈赤听他这么说呢，就叫来了皇太极。交涉前嘱咐儿子说：“若劝降不成，立即摧毁高台。”金台石呢看穿了努尔哈赤的伎俩，当即表示：“这不过是你们的诱敌之策，我祖辈生于斯，长于斯，今日宁死不离故土。”话音未落，金台石呢点燃楼台，最终自缢而死。得知这个东城陷落以后，代善在西城给不阳谷画大饼，承诺说：“你我本是姻亲，若肯归顺，可保性命。”那么不阳谷呢也没反抗，出城觐见，但是对努尔哈赤只肯单膝跪拜，这让努尔哈赤心中不快，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给勒死了。伴随着叶赫部的覆灭，女真各部完全统一，为后金崛起彻底清除了障碍，历史也揭开了明清阁顶的新秩序。旧唐书有句名言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古往今来，历史总在循环往复，一个帝国的衰弱往往跟困顿的经济、动荡的民生以及贪腐的顶层纠缠不清。很多时候不是敌人过于强大，而是时代使然。所有的王侯将相呢，最终都逃不过历史潮流中兴衰荣辱的变化和规律。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有关萨尔浒之战的故事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接收我的信息。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周五不见不散。